你这画的是八卦里的艮卦，这还差一笔呢。继续啊。这笔好像没水了，不好使啊。哎呦，我说吴教授，你有没有点生活小常识啊？啊，这笔呀，你得甩甩才有水呢。好好看着，艮为山，坤为地。这太平御览中先写了艮卦，因为这人面龟啊，就是活在深山中的神兽。你老看我干嘛？我脸上就没有字，你继续啊。这艮后面呢是坤和坎，坤卦代表大地，坎卦代表水。我猜这意思是说，人面龟虽然是地神，但是它离不开水，所以说，它虽活在山里面，但一定要傍水。这接下来又是个坤卦，这第二个坤卦，我猜一定是某种组合，要结合整个卦象来解读。然后这个，哎，好了好了。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，不是只有你小三爷一个人有学问。其实啊，我也看过《太平御览》，胖爷我呀想起来了，哎。这人面龟啊，是神兽，震卦代表着雷，可以召唤雷公电母；乾卦代表着天，说明这人面龟啊，可以跟天神交流。我分析的没错吧？哎，完全正确。这山地水地雷天，除了介绍了人面龟的特点之外，这个卦象应该还传达了些什么吧？那吴教授，您说呢？我估计吧，这中华文明博大精深，这么多传说中的神兽，为什么这个义庄的主人偏偏选择了这个人面龟呢？啊？哼！哎，胖子，我考考你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说不定啊，这人面龟的生活环境
跟这建筑物的环境差不多。在一个依山傍水的深山老林里，偶尔啊，还打雷下雨，对不对呀？还算说得过去。哼，自作聪明。当家的，用不用去查查太平御览？不用，让他们折腾去。我只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就可以了。我说吴教授，这依山傍水、深山老林，既可以是大兴安岭，也可以是西双版纳。咱要不要再查查别的资料，研究研究这人面龟呀？咱们现在还是赶紧撤吧。查资料哪都可以查，不过这个霍家训练场深度游的机会可不多啊。哼，没错，吴教授说的对呀，机会难得呀。看桌子去。当家的，都记下来了。走。哟，这一层是专门摆放收藏品的。这霍家可真够用心的啊！这么多件货都拿来当道具了，可不是吗？这个建筑可是1:1还原的。人家霍老太太搞这么大阵势，说明对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视。她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熟悉环境，恨不得闭上眼睛都能在里头走上好几个来回。做足了准备，把风险降到最低，目的就是能够亲身前往。你这么说来，这霍老太太还真是太严谨了呢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我干脆把样式雷交出去得了，别藏着掖着了。哼，你在这星月饭店闹了这么大的动静，说白了也是为了那张图。哎，我觉得你说的对啊，等你出去之后，你就把这张图啊给这老人家双手奉上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，怪不容易的。这前3层都没有油布，这全是收藏品，难道是用来防水的？有可能。
底下有东西，扯下来看看。走你！不愧是样式雷，真是大手笔，连个柱子都设计得这么精美。这柱子拿布包着，雕刻的再精致，给谁看啊？把所有的布都扯下来看看。这柱子合起来是个龙骨啊！啊，这加固措施做得够到位的呀。这里是4层，上面还有3层。从中间的位置加固措施，抗震。你分析得很对呀。哦，但这信息量太大。胖爷，我有点懵啊！看来我们还是先别走了，把事情拿出来捋一捋，笔墨伺候。这么正式吗？还笔墨伺候？这样看才清楚啊，抄家伙。笔，墨，耶！推推推！来吧，教授。我们来分析分析啊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遇到个模拟流沙池，本身就有防潮的作用。这一层呢，是收藏贵重物品用的，还多加一层防水，说明这建筑本身的位置很潮湿。很有道理。不过长江以南都很潮湿啊，这个范围也太大了。我没说完呢，你等我说完行不行？别着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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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您继续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进来到现在见到最多的，就是这个麒麟雕塑。还有刚才那个房间，有个人面龟雕像，我就画个龟壳来代表一下吧。哎呀，你这龟画的也太抽象了吧？能看懂不就行了？得，这人面龟和麒麟都是神兽，说明这个拥有义庄的家族一定很古老。对，图腾崇拜，有些人还有麒麟纹身呢。但是这中华上下5000年，在南方又很古老的家族有很多呀。要不您来吧？还是您来，我给您研墨啊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增固方式吧。需要这么大的结构做支撑，说明这个建筑所处的位置非常不稳定。应该是在地震带里，或者是泥石流地区。哎，说明这个地带经常发生泥石流。你太上道了。来，
这个是山，这个是建筑。那咱们就锁定在西南山区了，可这个范围很大。其实还有件事情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如果这件事情我们不说的话，霍老太太也不会知道。那你快跟我说说。还记不记得裘德考说过，鲁皇伯踏本的源头和这个霍老太太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？鲁皇伯是可以把霍老太太和裘德考联系在一起的。你猜猜为什么？我猜，他们有同样想要的东西。答对了。如果可以让裘德考万里迢迢来到巴南，亲自带队，都觉得值得。那让这个霍老太太研究它，专门修个工厂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第一层机关是减粉。如果真的是为了防盗，或者防止某些动物进入的话，还有太多东西比减粉更好用。除非是为了防怕捡的东西。那个，像人形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？叫密路头。哎呦，我就说我们家小哥最聪明。对，回答正确。其实这个地方吧，我们都不陌生，就是张家楼。霍老太太，谢谢您告诉我，你的样式门也是张家堡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很关键的一部分。霍当家的，本来呢，咱们可以坐下来喝点小酒，谈谈这笔生意。你看，现在您这图也没拿到，信息还被我们套走了，好尴尬呀！啊？小三爷有风骨。其实这霍老太太在柱子上布置的机关都是假的，这些柱子、铆钉都是空壳，是她在背后控制机关，目的就是套我们手里的图。小机灵鬼。哎，我说您老以为安几个小机器盯着我们就万无一失了？你这么骗人合适吗？啊！走。听小哥的，撤。图在咱们手里呢，他可得求着咱们呢。得嘞，撤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忘记一件事情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好像在这出不去了，这开关遥控还在老太太手里呢。吴家的人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天真。光想着要封谷了，咱没退路了。有人在砸墙。哎，
法治社会啊，别乱来啊！霍秀秀，快跟我走！还跟你走？上一回当还不够啊？哎，我是真心想帮你们的，这回我奶奶连我也骗了。少来这套！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。你，吴邪哥哥，你也不信我啊？他要是陪他奶奶演戏，也不至于拆房子吧？就是。哎呀，先离开这儿，我还有其他的事要跟你们说呢。带我们走可以，地方我们挑。我说，咱们非得来这儿吗？这个地方最安全。这个地方最舒坦。吴邪哥哥，没想到我奶奶算计了你们。还有小花哥哥，是他让我带你们去那个老铺子的。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跟我奶奶成为一伙的了。下回见到他，我非得问问清楚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我太不小心了，害你们折腾了这么半天。秀秀，你也是为了帮我们，而且这一折腾吧，倒是让我们几个知道了不少东西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？吴邪哥哥，你记得你收到的那2盘录像带吗？其实你不是第一批收到录像带的人，10年前就有人给我奶奶寄过录像带了。10年前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，奶奶一直把录像带藏得很好。不过最近我想了点办法，终于找到了那些袋子。虽然我没在袋子里面找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看到了里面的内容，是我姑姑霍灵在地上爬。秀秀，录像带这个事儿吧，你就……我知道，小花哥哥告诉我，他说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人也爬过，就是你。那不是我。他跟我也这么说，他觉得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人，所以我看到的也可能是一个跟我姑姑长得很像的人罢了。为了验证，我去翻了一些旧照片，你看看这个。这张照片是我姑姑18岁的时候在王府井大街照的。我查了查这个型号的油桶，高度是1.43米，照片上油桶是5厘米，比例尺是1:28.6。我根据这个比例尺做了推算，我姑姑的身高应该是1.67米到1.69米之间。你再看看那张。西沙考古队。这个人脖子上挂的相机是当年北京市照相机厂生产的长城 PF1 型号单反，实物长度是14.5厘米。我比了一下，我姑姑的身高大约是11个相机的长度，所以这个人最多1.6米，这差了8厘米。8厘米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还是有区别的，对吧？秀秀，其实吧，这个事情我们……所以合影里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姑姑。我翻了家里面的老照片，我发现
我姑姑从小就很喜欢照相，她的照片都是按照年份整理的。可是从1976年开始，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她的照片了。然后我又查到，76年她去参加了一次考察工作。我推测，那次工作之后回到我们家的就是照片上这个人。是，秀秀，你听我说。没关系的，你不用安慰我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我就只是心疼我奶奶。我想，真正的霍林姑姑已经死了。不过，到底是谁易容成了我姑姑的样子啊？这个人到底又有什么目的呀？秀秀，你别激动啊！你这一激动就往前蹭，我总觉得你要给我按脚。既然录像带里的人不是我姑姑，那邮寄这些袋子的人到底是想干什么？他们是想骗我奶奶她女儿还活着，以此作为威胁，还是这根本就是一个警告？你姑姑去的考察队，是不是在巴南？你怎么知道？1976年，巴乃的考察队出了意外。当年的向导跟我们说，整个队伍都被替换掉了。后来调包的那些人，就顶着原来考察队成员的身份，继续行动。按照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你姑姑应该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，秀秀，你说的这些事儿啊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不是你们俩。哎，秀秀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况且呀，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能搜到这么多信息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就是啊。无锡哥哥，我明白。我知道，那调包队伍的力量就是在跟他作对。你知道还挺多呢。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呢。从我奶奶那代人开始，九门就已经在他的影响之下了。而且，小花哥哥怀疑他不是一种所谓的力量，而是一种蛊惑，是精神上的影响，所以才会随时随地无处不在。否则这一切就很难解释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另外一件事儿。当年，他和我奶奶，他们都还算年轻。谁呀？我奶奶跟金万堂，别打岔。
仙云弄巧，飞星传恨。琉璃厂这么多铺子，但是仙姑就是我奶奶，偏偏走进了金万堂那间。金万堂被赶走之后的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那次行动之后啊，他一直都没什么大动作。直到1976年，没想到他还能影响9门3代人的行动，或许不止3代。这往前的历史谁也说不准。如此看来，小花的猜测不无道理。陈文锦的考察队，花爷的鲁黄渤，还有这霍老太太，都跟着八奶的张家鼓楼有关系。既然样式雷画的是张家鼓楼，难道说真正的张家鼓楼是个义庄，也就是张家人存放尸体的地方？怪不得小哥说那个地方是他的终点。小哥虽然失忆了，但是直觉还是蛮准的啊。张家鼓楼，原来是张家鼓楼。哼，还敢找我啊？行了，你们先歇着吧，明天我再来看你们。哎，秀秀，来都来了，泡个脚再走呗。哎，不知道享受。天真，还琢磨呢？别想太多了。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只是觉得怎么早没听我老妈说的话。我妈说的真对，男人就应该多泡脚，以后我的重大时刻都要泡脚。没错，岁月静好，及时泡脚。哎，小哥呢？小哥感觉怎么样啊？哟，泡得太舒服了，睡着了。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后悔了不是？来来来，拿个桶来，一起泡。赶紧跟我走。谁也别想让我离开这泡脚盆。干什么？我说不泡就不泡嘛，干嘛非得摔我的盆啊？你都快跟那个盆儿长到一起了，我要是不踹，你能跟我走吗？无邪哥哥，你手里的样式雷啊，可是一定要看好了。我奶奶想要的东西是一定会拿到手的。放心吧。胖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我说秀秀，这都绕了这么半天了，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带你们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。哎，我给你们的面具呢，快戴上。我们3个人光明磊落，一向拿真面目示人。再说了，这面具这么丑，我不戴。秀秀小姐，这几位是我朋友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开蒙面 party， 你去准备一下吧。好的。秀秀，
你把我们带到这儿，是故意坑我们的吧？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灯下黑。我说秀秀，我们这个方法行吗？当然。小花说你们被发现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还灯下黑？这下彻底黑了。不过他现在已经马上过来救我们了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他现在的话也不能全信。这样，无邪哥哥，你先把你手中的样式雷给我，一会儿我们看看小花她到底要干什么。装，接着装啊！胖爷，我虽然有可能记不住脸，但是对女人的身材可是过目不忘。你根本就不是霍秀秀。季雨辰，小花，没意思，这么快就被你们认出来。还真有这么恶心的玩意儿啊！穿这身行头跟你们打，果然吃亏。你出卖朋友，这回可要好好说道说道。行了，胖子，先别说了。花爷，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吴邪，我和你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想要了解真相，谁都绕不开霍当家的。再说了，霍当家是要图不要人，我要是不把图给他，他不会真心相信我想跟他合作。所以你就把我们出卖了？我要是真想出卖你们的话，怎么可能会露出马脚让你们发现？吴邪，我是真的希望你能跟霍当家见一面，相信我，合作没坏处的。老太太，人给您带来了。霍当家的。吴家小三爷，可以呀，跟你爷爷一样滑头。哪里？都是长辈们，气住！起来。这不是你的位置。九门有九门的规矩，这是谢家的位置。你们吴家的人应该坐那儿。那老太太，我应该坐哪儿？没你。得。我铺子的模型没能骗过你，小谢假扮秀秀，也被你识破了。看来这吴老狗在你身上没少花心思。您过奖了。在人面龟那里就开始胡说了吧？给的密码也是错的。对。
记不住脸，但是对女人的身材可是过目不忘。老太太，人都给您带来。起来，这不是你的位置。对。